嗨，大家好，我是 Ivy，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就带大家看看，你看这松鼠搞破坏，将我家屋顶都掀开来了。这大概在今年1月底的时候，我老公发现被扒开来了。这个不修不行，因为会漏水。所以今天我老公就特地请了专门修屋顶的专家陈先生来为我们整修被破坏的屋顶。但是看着这个高空的作业，我看着都胆战心惊了。你也会吗？陈老板为人老实，所以我们家的屋顶一直都是找他做的。假如您也是住在多人多，对于他们的专业服务项目也有所需求，有关资讯我会放在下方链接供您参考。希望这样的资讯对您有所帮助。最近的确比较忙，在此谢谢您的持续关注与支持。只要有空，我一定会尽力的更新视频与大家分享我们在加拿大的退休慢生活。这你的忠实的客户，对，从这个房子都给你包了，就搞好了。OK， 气口就拿这个铁丝网，包一圈，上面对哈，就是那个气孔，可以。这个是要将屋顶上的气孔封锁，避免动物再来捣蛋。反正就不漏水就好了。他姓什么？姓陈呢。在加拿大这边很多房子都是木造的，不像台湾是钢筋水泥建造，比较坚固，也没有那么多的动物来捣蛋。所以在加拿大这边时不时的就要准备一笔偶发性的房屋维修费，这维修房屋的成本也是不低的。我跟你见陈老板，哎呀，实在屋顶，哇塞，一下子大红了。你那原本就很红了。没有。看这梯子有多高啊！结果是松鼠挖进去了。这样总共多少钱15块钱吗？到这边14尺2个28尺乘以140，上面400块，就140。先把那个铁片拿下来。你别看陈老板这么年轻，事实上他19岁就移民加拿大了，做这个行业也已经有20几年的经验了。所以你看他在这过程中获得了多少的客户的支持。您知道吗？移民加拿大在这个高消费的社会里，假如没有一技之长跟存款的话，是很难在这里生活的。上下楼梯都必须非常的小心，要是我，肯定脚抖得不停。要烂掉的话就很好撬。是啊。那他也真聪明啊，找到那个最弱的角，找了一个洞。刚好那时候风很大，就1月底最冷的时候。最近上英文课时，刚好也学习到加拿大早期的移民历史。华人是在19世纪末左右移入加拿大的，里面也有谈及加拿大华人移入加拿大之后从事的几个行业。今天刚好可以透过这个视频来跟大家分享，早期移民加拿大的华人大多是从事以下几个行业。第一个是铁路建设，
19世纪末期，加拿大太平洋铁路的建设吸引了大量华工，他们参与了艰苦而危险的工作，尤其是在修建贯通加拿大东西部的铁路的时候，更是辛苦。第二个行业是矿业。一些华人移民在铁路建设完成后，转而从事矿业工作，包括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金矿和煤矿。福特的车小毛病很多。是啊，加油。第三个行业是农业。部分华人移民从事农业，特别是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南部地区，他们开垦土地，种植蔬菜和水果，供应当地市场。第四个是服务业，许多华人开设洗衣店、餐馆，还有杂货店。这些小生意不仅为华人社区提供服务，也为他们提供了稳定的收入来源。像杂货店这一点真的是一点都不假。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这是我亲眼所见，在我家附近的很多杂货店都是中国人在经营。第五个是家庭服务，一些华人妇女在白人家庭中担任家庭佣工，做家务和照顾孩子，就是保姆的工作。当然，这些行业不仅为早期华人移民提供了生计，也在加拿大的经济发展中留下了重要的贡献。要搞那个水槽了。哦，你看都满满的，里面都塞满了。那你那一天才弄还是？没有，我弄这里，我没有到上面，我要搞，我要管 ，OK。我是弄这个，啊，2楼。那个是3楼，我要管。所以我叫他现在用盖子盖起来。盖那个地，现在都是用那个洞网的那个盖。这个是3楼。你看都满了，那问题是你不弄以后，它就跟上面一样会长那个树啊。是啊，长草啊。它有的走不掉那了嘛。它慢慢的那个草都积起来积水。没办法。老板在将那个动物做的草给它清干净。像你看，他们从事这样的一个行当，所配置的器械，还有那种重工具，还是蛮多的。像那折里板的重工具，也是需要有一些技术才能够去使用它。像我看他用这个吹风机还蛮好用的，水沟里堆积多年的垃圾，它都可以吹起来。老板将工具机直接架在车上，这样移动方便，真是个聪明的点子，这样都不用移来移去。现在已经开始要架设我们的水沟槽上的盖子，这个盖子就是1尺5块钱。以前我老公都很勤劳，每年就是要将水沟里的垃圾挖起来，不然他担心那个水沟槽被堵住了。这样花一些钱盖起来，以后他就不需要爬楼梯爬上爬下危险。像我就觉得年纪大了，这样花一些钱把它铺好是很值得的。这个屋顶又高又斜，真的不是一般人可以从事的工作。所以修屋顶三角形这一块是400块钱。你觉得是贵还便宜呢？
欢迎留下评论，提供你的看法。像在加拿大这边，假如维修房屋，稍微做一点工作，起码应该都是100块以上起跳吧。在加拿大这边最贵的应该就是技术活的工作，那个工时可能都是1个小时就要200-300以上，因为他们的工作是既辛苦又危险，然后就是都是在高空作业，风吹日晒雨淋的这样工作。但为他想想，能够有这样的一技在身，在加拿大能够立足20几年也是挺不容易的。所以像这样的年轻人，我们应该给他们多多的鼓励。像加拿大是一个保护野生动物非常强的一个国家，所以当我们生活在加拿大这一块土地，随处都可以看到好多的野生动物就在你家附近，譬如说像臭鼬啊、浣熊啊、松鼠啊，还有狐狸呀，太多了。生活在这里，春夏秋冬就时常会被野生动物来骚扰，那也是没办法的，我们只能想办法跟他们共存共荣。像现在夏天到了，我后院种了一些花跟蔬菜，就必须跟动物来斗力斗智，然后做了很多的防护，才能够来围堵它，避免它夜深人静的时候就到我后院里来搞破坏。在这部分，我也是透过每一年的成长，对野生动物的了解，所以渐渐的也有一些经验。像今年就很感谢同学给我一些菜苗，然后还告诉我可以透过花胡椒跟八角撒在那个土地上，因为动物会讨厌那个味道，那这样它就不会在我菜园子里搞破坏。所以在多伦多有朋友像跟我有一样困扰的朋友，你也可以用花胡椒跟那个八角试试看哦，我用应该是有效的。从刚刚好天气到现在已经快下雨了。好啦，今天的视频就到这啦，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回见。